臭道士，滚开！这火还有你手里的红薯，老子要了！敢放半个屁，爷爷现在就把你扔出去喂狼！这位壮士，你看我这张脸像是藏了肉的吗？你再看我这身道袍，像是藏了钱的吗？少废话，老子手里可是见过人命的。大哥，现在这世道，连天上下的雨都是浑的。我观你气息虚浮，煞气缠身，怕是活不过今晚。找个不漏雨的角落躺下，也许还能多喘半个时辰的气。你个神棍敢咒老子，老子先废了你！真他娘的晦气！哪儿来的老不死？要死死外面去！别脏了老子的地盘！我操，这妖气，百年大妖！我这半吊子修为，连这莽汉都不一定打得过，上去就是给妖魔塞牙缝。苟住，只要不吃我，绝不拔剑。老东西还敢喘气！这世上人吃人，不如把你的骨头拆了炖汤，给老子滚！炖汤。那是老子3天来唯一的一口热食。师傅，这就是你让我守的大道。这煎熬的世道，我苟不下去了。我本来真的不想管闲事的。这么硬，陪我晚饭。恭喜宿主斩杀百年画皮妖，觉醒天地斩妖系统。奖励60年纯阳道行满级金光咒。满级金光咒，这下总算能换碗加肉的阳春面了。原来这就是开挂的感觉啊！体内这真气跟大河奔腾似的。前世小说承不起我，充了 VIP 的账号，玩起来就是爽。多谢活神仙救命，多谢神仙老爷大恩大德呀！真君显灵，道门天尊！都起来吧，区区一头不成气候的孽畜罢了。贫道降妖除魔，乃是替天行邪。哎呦，刚才那一雷是不是劈得太狠了，把装备也给劈没了？妖丹呢？古锦呢？总得调点能卖钱的材料吧。好东西，能扛住杨武雷的，绝对是宝贝。大庸神朝镇妖司，北镇抚使麾下，青州城总旗官。大庸神朝镇妖司，杀镇妖司的人，那是形同造反，诛九族的大罪。我刚才把镇妖司的总旗大人给轰成了渣。我是你仙人版本的贼老天！诸位，相逢即是缘。今天这狼妖，是他自己作孽太多，遭天谴被雷劈死的，跟贫道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要是镇妖司的官爷来查，谁敢提贫道半个字儿？要命啦！贫道杀了个带编制的公务员，这破世道还让不让人活啦？老天爷，你讲不讲道理啊？呸！真晦气！谁能想到这年头连妖怪都上岸了？杀个野怪叫替天行道，杀个镇妖司的总旗，那就是妥妥的造反啊！导演，我连顿饱饭都没吃上，这就成大庸朝的头号通缉犯了。
低调，必须低调。从现在开始，我李平安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，只会骗钱看风水的底层神棍。什么杨五雷，打死也不能在人前露白。不行，得赶紧找个地方弄点吃的，不然我绝对是古往今来第一个被活活饿死的修士。肉包子，感谢祖师爷保佑。哟，这位道长赶了一夜的路吧？快里边请，咱这儿有刚出笼的招牌大肉包，保准您吃了一口想两口。老板娘，我不挑嘴，这3文钱够买几个？哟，3文钱还想吃春风客栈的大肉包？道士，你这点钱也就够买碗刷锅水的。哎呀，客官们别拿人家寻开心了。我看你也不容易，这包子算奴家请您的。相逢就是缘，吃得顺口，以后常来。那贫道就厚颜了，多谢老板娘。乱世之中，开店倒贴肉包子，事出反常，必有妖。关山镜，天眼开。画皮妖，满屋子的煞气。这世道，想安安静静吃个早饭，怎么就这么难？老板娘，道长，可是包子不合胃口。你这包子确实香，不过贫道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。您讲。你这黑店里的肉包子，它保熟吗？道长真会说笑，奴家这100年老店，往来客商谁不夸一句肉馅鲜美？笼屉里足足蒸了2个时辰，哪能不熟？是吗？可我怎么闻着这包子里不仅加生，还透着股死人放了7天没来得及下葬的馊味儿。你这小子，老板娘好心赏你饭吃，你敢放屁坏她清白？再多说一个字儿，老子剁了你喂狗！诸位，你们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吗？左边那位，你嚼得挺香，可那是城外乱葬岗的坟头土。右边那个书生，你咽下去的全是死人烧剩下的纸钱灰。这哪是客栈，分明是个冒热气的坟圈子。把催命的阴灰当肉吃，还剃个妖邪拔刀，赶着投胎也不先翻翻黄历。放屁！老子劈了你！兄弟，刀不是这么玩的。剩下的还想替美人出头吗？现在该咱们算账了。你脖子上的线都快崩开了，皮不合身就别硬撑。道长，这是何意？
坏我生意，我便剥了你的皮，做一件新衣。你这台词也太老套了。凭你这没脑子的东西，摆不出地下的聚阴阵，你主子是谁？或者该问，把你养在这里，把往来客商当猪羊宰杀的幕后之人是谁？你坏了主人的百年布置，主人不会放过你，你很快便会知道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主人，王大善人，救我！道长，不过是吃2个包子的小事，何必动这么大肝火，坏了王某普度众生的规矩？大禹终于上钩了。道长，这世道，泥腿子活着也是挨饿受冻。王某取了他们的精气做养料，助我修成大道。将来我若登仙，他们也算有从龙之功，这可是他们几世修来的福报啊！福报？把人当肥料，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你怎么不把自己劈了当柴烧，给外面的野狗烤烤火？那岂不是功德无量，直接原地飞升？狂妄无知的小辈！今天就拿你的血肉来祭我的千藤木煞！丑得很有创意，但我还是觉得你变成灰的样子比较顺眼。火雷正法，这不可能！去！这满级账号的平 A 劲儿是真大，刚才要是稍微偏一点儿，我自己都得跟着陪葬。丁，斩杀百年树妖，额外触发奖励，现将满级金光咒升级为大圆满金光咒。好东西！无敌，这才是真正的肉身成圣啊！左手杨武雷洗地，右手金光咒硬扛，以后这九州大地哪里去不得？这种开黑店的，平时肯定没少搜刮民脂民膏。老天爷保佑，希望能爆点金币。发财了，500两雪花银！三清祖师爷保佑，贫道终于不用啃发霉的红薯了。镇妖司，破庙里的狼妖总旗，客栈里的树妖总管，这帮妖魔全是大庸神朝镇妖司养的狗！这哪是打怪爆金币，这是捅了马蜂窝了！不能留了，这地方绝对不能留了！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？只要我跑得够快，镇妖司的通缉令就追不上我！这有钱人的烦恼，贫道今天算是体会到了。整整30斤的雪花银，要是换在昨天，跑出20里地，我估计连孟婆汤都喝上第2碗了。只要翻过前面那座黑风山，彻底离开青州地界，这500两足够我去江南，买个带俩丫鬟的大宅子，每天睡到自然醒了。
大清早的，你一只黄皮子不在洞里睡觉，跑出来装什么大头蒜？有话快放！贫道赶时间投胎。啊呸！赶时间赶路。这位道长，相逢即是缘，老朽这厢有礼了。你看老朽像人还是像神呢？道长，你看仔细喽，老朽这通身的气派，是不是隐隐有仙家？我看你像一条非常保暖的貂皮围脖。你不讲武德！金光咒，还是液化的金光。这种浓度的金光，只有那些老怪物才有。这破道士扮猪吃老虎！大仙饶命，祖宗饶命啊！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惊扰了真仙法驾，您就把小的那个屁给放了吧！我这黄毛又臭又硬，做围脖它扎脖子啊！现在知道怕了。刚才讨封的时候不是挺有派头的吗？贫道最烦别人算计我，碰瓷碰到我头上。今天不留点什么，这事儿过不去。五雷正法，祖宗别批别批！小的是这方圆百里的包打听，我叫黄老三，我有价值，我能拿情报换我的命。哦，情报，说来听听。要是敢糊弄我，我就拿你炖一锅黄焖鸡。正好我还没吃早饭。不敢，祖宗，您是不是刚才在长寿镇的春风客栈干了一票大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祖宗别误会，我绝对不是镇妖司的走狗，我们黄仙一脉嗅觉最灵。您身上不仅沾着王胖子特有的木煞气味，怀里还揣着2块镇妖司的玄铁腰牌。祖宗，您捅了天大的马蜂窝了！半炷香前，青州城上空放了最高级别的气血烟，代表有100户以上级别的高手陨落。现在镇妖司的血枭和地听全军出动，封锁了方圆300里。你要是顺着官道走，不出30里，绝对一头撞进天罗地网阵里。大用朝廷的千军万马，能把您活活耗死。镇妖司反应这么快，个人伟力再强，硬刚朝廷机器也是找死，得绕路。黄老三是吧？既然你是本地的包打听，这方圆300里，肯定知道有什么野路子能绕出去，对吧？路是有一条，叫死人沟，是我们精怪躲避巡逻的阴路。可那地方最近不太平，10万大山里跑出来个狠茬儿，盘踞在里面。狠茬子，能有我手里的杨五雷狠吗？没有，在您面前那就是个臭弟弟。很好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贫道正式征用了。你负责带路绕开封锁，我负责保你小命。到了安全地方，重重有赏。得嘞，祖宗，您把包袱给我，我替您背着，咱们这就往死人沟走。带你的路就行，这包袱贫道自己背。你要是敢打他的主意，我现在就让你变围脖。祖宗，这地方阴气太重了，您那包袱沉不沉？要不小的还是替您背会儿。小的干苦力，绝对是一把好手。少来这套，这包袱里装的可是贫道去江南买宅子、娶丫鬟的启动资金。你一只黄皮子懂什么叫理财吗？带你的路，别瞎打听。是，这死人沟平时只有我们这些见不得光的精怪才会走。祖宗，您待会儿可千万收敛着点您的雷术，这里的阴气就像个火药桶，一点就炸。
天然的聚阴盆，只进不出。这风水，埋头猪进去都能养成妖。你之前说这沟里盘踞着个狠茬子，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小的也没见过真面目。半个月前，有一对马帮不信邪，非要抄近道，结果第二天，几十号人全被挂在沟口的树杈上，而且这几天一到半夜，沟里就会传出吹吹打打的动静。抓个活人做晚餐，这死人沟的水呀，它无比的甜。朱老大和熊老二，完了！这是死人沟里最不讲理的两个煞星，他们皮糙肉厚，寻常法术打上去连印子都不留啊！大清早的挡老子去江南买房的路，还搁这儿开演唱会，真当贫道没脾气。前面的几位，麻烦让一让！这破路连个红绿灯都没有，你们这属于非法占道，懂不懂？耽误了贫道去江南买房的吉时，你们赔得起吗？吼！哪来的人类兽猴，还不够塞牙缝的？小的们，撕了他！一群没脑子的野味！金光咒，开！就这，我还以为多抗揍呢。皮糙肉厚，正好拿你们试试手感。擒贼先擒王，给我破！哟，皮挺厚，难怪那黄皮子吓成那样。要是昨天，道爷我还真得咬破舌尖放点血。不过今天，道爷最不缺的就是蓝条，给我震！长得丑就别凑这么近，几百年没刷牙了。想拍我？你这熊掌太粗了。金光咒，爆！掌心雷。行了，别装死了，起来。那2堆骨头已经让我物理超度了。祖宗，你真是我亲祖宗！这手段，就算是镇妖司的千户来了，也得给您磕头啊！小的今天算是开了眼了。闭嘴，去把那2堆骨头翻翻，看报没报妖丹。蚊子腿也是肉。得嘞，小的这就去。斩杀双关妖煞，奖励30年玉清道行，额外掉落空间神通，秀丽乾坤初级。
这里乾坤，这破系统知道我背着500两银子跑路不方便，特意发了个随身背包，5星好评。爽！以后终于不用像个逃荒的难民一样背着包袱到处跑了。祖宗，摸到妖丹了，抖什么？祖宗，这双煞虽然被您灭了，但我刚才闻到了这妖丹上的气味，跟那雾里深处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。祖宗，这双煞根本不是盘踞在死人沟里的那个狠茶婶儿，他们只是那个狠茶婶养在门口的看门狗啊！快跑啊！这气味是那条千年黑鳞大蛇，它才是死人沟真正的主子。千年大蛇，深渊里盘踞了1000年的老怪物，马上就要渡劫化龙了。当年青州镇妖司出动3位百令，上千精锐想剿了他，结果全被他一口吞了。祖宗，咱俩就连得在这凑一桌了。单杀过3个百户的远古大凶，狼妖一个总旗就给了60年道行。这玩意儿单杀3个百户，那不得直接爆个大的？要是爆出千年蛇丹上古法宝，我这袖子是不是显得小气了点儿？祖宗，他那身黑鳞比法宝还硬，寻常雷法劈上去连白印儿都留不下，您发什么医生呢？300年了，终于又有新鲜的血肉，敢踏入本座的领地。吃了你，本座便能蜕皮化龙，重见天日。巧了，贫道也想试试，你这1000年的乌龟壳到底有多硬。张新来！小道士，你这雷法是在给本座挠痒痒吗？本座这身黑鳞金刚体，水火不侵，就算天雷正法也休想伤我分毫。绝望吧，乖乖成为血食。我还以为你这号称单杀3个百户的大妖，能逼得贫道拔腿就跑，结果闹了半天，就这庶子狂妄，仗着皮糙肉厚就敢出来装无敌，你知不知道，像你这种没有身法、全靠护甲硬扛的坦克，在贫道老家一般都叫超级兵。这凡人怎么可能驾驭这种力量？认真一拳！草率了，没控制好力度，好像用力过猛了。下次还是收敛点儿，别一不小心把地图给打穿了。越阶强杀，远古大凶，目标1000年黑鳞大蛇，身负远古龙脉血气，天道特赐至尊福报，赏赐100年玉清道行，赏赐2先天神通3昧真火，100年道行，还附带大圆满的3昧真火，
你管这叫大妖？这明明就是送外卖的呀！早知道爆率这么高，我还跑什么路啊？我直接提着剑杀进镇妖司的老巢去进货啊！青州的天真的要变了。这道士不对劲，明明站着没动，怎么感觉像口深不见底的黑井？看一眼都觉得神魂要被吸进去了。爽！190年的蓝条，以前跟着老头子到处骗吃骗喝，那叫野外求生，现在这才叫修仙。快收了神通吧！小的感觉魂儿都要被这火光给烤化了。这火烧的不是皮肉，烧的是业障。行了，别搁那儿装死了，赶紧看看那大蛇里有什么值钱的陪葬品，摸完尸赶紧跑路。祖宗，您这实力，别说去江南买宅子了，您就算去京城把皇帝老儿的龙椅抢过来坐坐，小的都觉得没毛病啊。哼，少废话。贫道是个安分守己的生意人，对造反没兴趣。找着宝贝没？找着了。雪橇，是镇妖司的雪橇，他们循着刚才的动静找过来了。祖宗全完了，被雪橇顶上，钻进地下10丈也会被挖出来啊！好霸道的毁灭之力！难道有陆地神仙境的老怪在此斗法？还是说，地下的大蛇已经进化成了龙？阵气微薄，毫无灵样。旁边还有只连内丹都没结的废狗黄皮子，原来是躲在缝里捡回一条命的蝼蚁。小道士，算你命不好，出现在我镇妖司的办案现场。本百户问你2个问题，答错1个字，本官就活剥了你的皮，抽了你的魂去点天灯。第一，刚才在这里交手的是哪方大能？那蛇去哪儿了？第二，长寿镇客栈的暗桩，以及我镇妖司的1名总旗，是谁杀的？为什么你们镇妖司的这帮妖魔，披了张官皮，出场台词还是这么千篇一律，动不动就抽魂剥皮的？你们是搞特务机构的，还是屠宰场进修出来的？放肆！你找死！这位大人，贫道只是个路过的热心市民，不认识什么大能。至于你问的那个客栈和总旗，要不你亲自下去问问他们。这不是凡火，这是你不是凡人，你是。好险，差点连战利品一块扬了。这火候下次得收着点儿。这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狗屁玩意儿！拿妖魔的胃囊炼成储物戒指，里面全是尸臭和胃酸，
镇妖司这帮畜生真他妈恶心！晦气！祖宗，不能让他们跑了！那扁毛畜生能记录临死前的画面，他们这是回去咬人啊！跑，在满级法师面前背对着逃跑，没听过防空导弹吗？杨武雷，制导模式，给爷落！镇妖司百户行狱，身负朝廷气运的狗妖奖励，20年玉清道行，天罡36法之一，纵地金光初级。纵地金光，天下第一遁法，这系统能出啊！缺什么来什么，这下生存能力彻底点满了。试试。岂是这样的短距离闪现，神山刺杀神器啊！祖宗，您刚才一发天火，把青州镇妖司的百户大人给扬了。怎么，有问题？他非往我火上撞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没问题，死有余辜。可是祖宗，那是千户的心腹，这动静瞒不住的。不出半日，镇妖司的千军万马绝对把这方圆百里围得水泄不通。祖宗，咱们接下来往哪儿跑啊？还去江南吗？210年道行，满级金光咒，杨武雷，三昧真火，纵地金光。这大庸朝从上到下烂透了，跑去哪儿都是给妖魔当血食。跑？为什么要跑啊？最危险的地方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这镇妖司从上到下，个个都是罪孽滔天的超级大血包啊！不去他们老巢收割一波经验，我这200年道行，岂不是修到狗肚子里去了？走，跟贫道进城，咱们去镇妖司家门口，好好普度一下众生。公子，咱非得走正门，上面挂着照妖镜呢。我这黄皮子一照，衣服都得露出来啊！慌什么？妖气憋住，别乱动。谁能看出你了？我这身行头，花2两银子借的，全城都在抓道士，谁会查一个江南来的病秧子？可大隐隐于市，这青州府可比荒郊野岭有意思多了。国运成妖，这大庸神朝的根子烂得比我想象的还彻底。下一个，奇怪，陆阳，进城干什么？这画师喝假酒了吧？把我画成李逵成精了，靠这玩意儿能抓着人？我把城墙嚼了。两位军爷，学生李富贵，江南人士，自幼体弱多病，特来青州寻医问药。看病？我看你印堂发黑，活不到见大夫了。城里戒严，严查细作。你这陆印连个保人都没有，
分明是妖道同党，拿下，下死牢！祖宗，别装了，一发掌心雷把这帮痞子劈了吧！哎呦，军爷息怒，军爷息怒啊！几位军爷日夜守卫，劳苦功高。学生这点心意，给弟兄们买碗茶喝。我看你面相忠厚，不像是细作。进去吧，安分点儿，别瞎溜达。多谢军爷通融。呼，憋死我了！祖宗，我就不明白了，您连百户都当柴火烧，怎么对几个凡人这么低声下气？那可是10两银子啊，不憋屈吗？打打杀杀引来苍蝇，我还怎么安心进货？进货？那10两是门票，这青州镇妖司千户所里油水多的是。今天花10两进来，要是不搬出10万两，我把李字倒过来写。卖包子喽！皮薄馅大的大肉包子。连街边卖包子的凡人都被种下了抽阳气的阵法锚点，阵法核心在镇妖司。这哪是城池，分明是一座圈养了100万头牲口的巨型屠宰场。哟，这位公子打哪儿来啊？这身子骨瞧着可虚，快里边请，喝口热茶暖暖。老板娘客气，学生李富贵，江南人士，来青州本是寻医问药，谁曾想城外遇到刘匪，盘缠细软被抢空，连随行的老仆也。公子，您这貂儿成色可真罕见啊！不仅脑袋爪子都在，这手感，哎呀，还热乎着呢！千万别摸鼻子，千万别摸鼻子！哎呀，坏了坏了，让老板娘受惊了，罪过罪过。莫怕，这并非活物，是江南墨家工坊最新研制的机关雕，里面装了弹簧气囊，一碰急库就出声，还能喷香料呢。原来是南边的新奇玩意儿。公子落难了，还不忘带着昂贵玩物。既然囊中羞涩，您这机关雕若是肯抵押，放屁！什么江南墨家机关？当满堂的人都是瞎子？这分明是从万坟岗捡来的，刚死不久的黄鼠狼尸体。你才死了，你全家都死了！官儿面相，气血两亏；官儿行止，目猴而观。这分明是个不学无术，连老鼠肉都敢当挂件的穷酸破落户。三娘，切莫被这蜀锦皮囊骗了，指不定从哪个死人身上扒下来的。直接拿扫帚轰出去，免得沾染穷酸晦气。老骆这嘴够毒，扔出去！这位先生骂得对，骂得好啊！学生确实身无分文了，但学生真的是读书人，精通算学。老板娘、账房先生大发慈悲，收留学生吧。学生不要工钱，只要每天给口剩饭，给个柴房睡就行。能写算，能扫地，愿当牛做马。有辱斯文，真是有辱斯文。行了，别嚎丧了。既然你说精通算学，老骆，考考他，真有本事，柴房刚好空着，要是吹牛皮，老娘亲手打折他的腿，扔护城河喂王八。考他？哼！听好，本月购入竹叶青75坛，每坛1两2钱，杂费33两7钱5分。
昨日陪西域琉璃盏50两，零零总总，不用算盘，一炷香内告诉我结余几何？总支出178两7钱5分，算上散碎进项，结余231两2钱。哦，不对，扣掉刚才那位壮汉逃单的阳春面，应该是结余231两1钱8分。先生，算的可对？行了，从今天起，你留在这儿包吃包住，柴房自己去收拾。多谢老板娘，多谢先生收留。青州镇妖司的诸位大人，贫道这头猪已经顺利住进你们的屠宰场了。接下来就看谁是刀俎，谁是鱼肉了。老三，你吃鸡屁股的生意要是再这么大，信不信贫道现在就生火把你和那半只鸡一块炖了？祖宗您醒啦！小的这不是怕您在这破柴房睡得清苦，特意去后厨给您化缘了点荤腥嘛。化缘？你这偷鸡摸狗的毛病不改，迟早被人扒了皮做真围脖。祖宗，咱到底要在这破地方窝到啥时候啊？您不是说来抄镇妖司的家吗？这都3天了，您天天在大堂装病老鬼，擦桌子，别人家大门朝哪开都没去打听，图啥呀？你懂个屁！这叫谋定而后动。青州千户所那是龙潭虎穴，万一打起来让那千户跑了，或者把金库给毁了，咱岂不是白跑一趟？先用这身份摸清底细，等摸清了金库位置，到时候保你吃烧鸡吃到吐。掌柜的，早啊！早个屁！太阳都晒屁股了。昨天的账核完了没？地扫了吗？你这病老鬼，不如早点去乱葬岗挑个坑，省得死店里晦气。老陆，火气别太大，伤肝。昨天73笔账我心算过了，没差错。我还顺手帮你把前天买茶叶多付的2钱银子找出来了。后厨老李头偷偷买酒扣的。唉，至于扫地，我这身子骨，万一累吐血了，老板娘还得掏钱给我看大夫，不划算。你这无赖！行了，老陆，大清早跟个病秧子置什么气？富贵啊，别贫嘴了，赶紧去厨房把蒸笼端出来，一会儿城防营的军爷该来巡街了，手脚麻利点。得嘞，学生就算咳出2两血，也得给您办妥。燕三娘，这月的治安税准备好了没啊？哟，王总旗，军爷们辛苦，快坐。王爷，这是本月例钱，5两纹银，给弟兄们买碗茶喝。打发叫花子呢？千户大人昨天发了海捕文书，城外出了大案，上面发话，这个月治安税，所有商铺一律翻3倍，少1文，老子封了你这破店！翻3倍，15两！王爷，您这不是要奴家的命吗？城里戒严，生意惨淡，奴家真拿不出啊！宽限几日？凑不够100两买免签符，我闺女下个月就得送进镇妖司当血食，谁也别想挡我的路。拿不出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给我搜，之前的统统搬走。慢着。军爷，和气生财，大清早动刀枪吓跑了客人，下个月的税你们找谁收去？富贵，你疯了，滚回后院去！好啊，燕三娘敢窝藏来路不明的外乡人，我
看你这小子贼眉鼠眼，分明是妖道同党！拿下！今日不交出100两同党赃款，打断他的狗腿！100两，军爷这胃口比青州城门还大呀！军爷，您看我这身子骨，像拿得出100两的人吗？徒手捏白电晶体，这是一流横练外家宗师，我居然敢拿刀指着这种怪物要钱！军爷，学生实在没钱了，您看这朵铁花能买学生在这客栈的平安吗？太能了！爷爷，我祖宗是小的瞎了狗眼，这钱不收了，这辈子都不收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滚！快滚！唉，这年头铁匠手艺真糊弄人，看着挺粗，里面全是糟铁，一掰就完。老板娘，老陆，这筷子要是得赔，能不能从我下个月伙食费里扣？给老子弯！你管这叫空心的糟铁？老子刚才连后槽牙都快咬碎了，他连个弯都不打！你个混账小子，到底是什么人？学生真的是江南的读书人，只是自幼喜欢捏泥巴，手劲儿比一般人大点罢了。行了，老陆，别问了。富贵啊，姐姐我以前也是江湖里滚过来的。你捏铁成花，身上却没露出一丝真气。你是个把外加横练功夫练到极高境界的纯粹武夫。只可惜，你体内的气海丹田应该是被人给废了，连一丝真气都聚不起来，这才虚弱成这副模样，对吧？这老板的脑补能力简直是神级助攻。老板娘慧眼如炬，学生惭愧。往事如烟，这副残躯如今也只剩下这点微末的手劲儿了。刚才若不是那军爷逼人太甚，学生断不敢暴露。若是给客栈惹了麻烦，学生这就走。走什么走？到了老娘的地盘，只要你不主动惹事，老娘就护得住你。以后你不仅是账房，还是这大堂的镇场保镖。工钱嘛，看在你刚才吓跑吸血鬼，替老娘省了15两的份上，以后每天后厨管你一顿带肉的夜宵。多谢老板娘收留。祖宗，您真要去啊？白天老王头可是说了，镇妖司现在全城戒严，您这大半夜跑出去，万一撞见千户所巡夜的血犬，那可是要出人命的。不出人命，贫道大半夜跑出去干嘛？赏月吗？千户大人下个月要提前举行平安签大典，这说明他们修炼的邪功到了关键时刻，急需大量活人血石突破。既然急需血石，那负责人口调配和抽签暗箱操作的衙门里，绝对藏着青州城最核心的机密，还有最丰厚的油水。您是说，知府衙门底下的护房主事孙有德？乖乖在柴房看家。要是老板娘来查房，钻被窝里装我在睡觉，敢露馅儿，明天就把你做成红烧黄鼠狼。连一丝灵力波动都没有的遁法，这特么到底是什么神仙？35坊城南李家铺子，一对8岁双胞胎，作价纹银300两，已收李员外买命钱，签文转嫁至隔壁铁匠王家。70坊城西刘官夫35岁，
作价纹银50两，无钱打点，必中死签。发财了！这阵子千户大人要的血石多，这买命钱赚得老子手都抽筋了。铁匠王家生了一窝穷鬼，活该替别人去死。不交钱的当饲料，交了钱的转嫁给穷人。这吃人的绞肉机，居然是明码标价的。谁来呀？有刺客！别喊了，这屋子里的声音，就算你叫破喉咙，外面的狗也是听不见的。你是求财，桌上的5000两你全拿走，只要不杀我，库房里还有3万两。求财、抢劫这种事太低级了。贫道今天来，是替这名册上几万个被你卖进镇妖司的穷鬼，跟你算一笔账。不用算盘，你算算，你这身几百斤的肥肉，如果放在炼丹炉里，能不能抵得上一条命？装神弄鬼！老子在青州城杀过的人，比你见过的猪都多！给我死！你们这些当官的，真没契约精神。问你算术题，你不答，还放暗器。哎呦，我的肋骨！缩地成寸，你是陆地神仙！太抬举我了，我只是个懂点算学的江南读书人。既然你不算刚才那道题，咱换种算法。这名册上，你每勾一笔就是一条人命。你吃了那么多买命钱，今天连本带利吃进去。善恶到头终有报，阎王爷的活干完了，接下来该舔包了。嘿，这帮狗官，搜刮民脂民膏倒是有一套，不过现在这些都是贫道在江南买宅子的购房基金了。发财了，老头子，你徒弟我终于实现财富自由了。老骆，昨天的账对完了吗？我瞅着买猪肉的账，好像多记了3文钱啊。老骆，中邪了。富贵，你听说了吗？死了！那个挨千刀的孙有德死了！啊？孙有德是谁？掌柜的，老骆出通天的大事了！护房的孙主事昨晚暴毙在书房里了。双膝跪地，身上连道伤口都没有。更邪门的是，他嘴里死死咬着佩奇名册，吃了一肚子死人名字。地下金库几万两赃款，一夜之间凭空消失，满大街都在传，是厉鬼索命。知府大人吓尿了裤子，正全城宵禁呢。苍天有眼，畜生遭报应了，绝对是厉鬼索命，活该！世上哪有厉鬼？真有鬼，镇妖司早被啃光了。没有伤口，瞬间搬空密室，这绝对是恐怖的修仙大能干的。厉鬼索命，太可怕了！
青州城怎么比江南还危险？老罗，老板娘，我好怕。要不我还是回江南吧。呸！怂包软骨头，几句传言就吓尿了。不管是谁干的，只要能杀这帮畜生，他就是青州百姓的恩人。苍天终于睁眼了。孙主事暴毙，金库被劫，千户大人有令，妖道身上沾着金库的防腐香，今日一家家搜，谁敢包庇，满门抄斩！完了完了，这畜生鼻子比我还灵，他要是凑过来闻，我这妖气绝对兜不住。军爷，这神犬口气似乎中了邪，熏得学生胸口发闷。晦气东西，你说什么？学生是说，他老人家威风。滚一边可去！别把兵器过给老子的狗！哎呀！老子连内力都没用，手腕都没使劲儿，这病秧子怎么飞出去的？杀人了！镇妖司当街杀人了！我一介江南士子来青州求医问药，饭都没吃上一口，就被镇妖司当众打断心脉。诸位都看见了，他推我，他用内力震我。狗东西，你敢讹我！军爷，这是什么话？学生命都没了，讹你什么？你这一掌至少推没了我30年阳寿。找死！老子今天就让你真断气！诸位听听，他打完人还要杀人灭口，天理何在啊！张总旗，刀下留人！老王头，你城防营想掺和镇妖司的差事？你个瞎子想死别拉着我！这祖宗可是徒手捏金铁的怪物，你这一刀下去，咱们全得变成肉泥。卑职按规矩办事，这位李公子确实是江南来的富家少爷，身子骨一直不好。方才您那一推，大家伙儿都瞧见了。我没用内力，可他都飞了。那是他自己飞的。可大家只看见您推完，他就飞了。真要闹出人命，谁来顶这个锅？裴前，学生这伤得吃100年老参、天山雪莲，没个100两汤药费，今日怕是起不来了。哦，精神受了惊吓，得另算。拿去买棺材，撤！120多两，一个总旗出门办案，带这么多零花钱，看来这青州镇妖司的油水比我想象的还要肥。老罗，桌子钱从这里面扣，剩下的算我这半个月的伙食费。夜宵记得多加个鸡腿。你这不要脸的王八羔子，真是个天下第一的奇才。你小子真是不怕死啊，连镇妖司的竹杠都敢敲。你就不怕那帮疯狗回过味儿来，夜里把咱这楼给烧了？老罗，这话就不讲道理了，是他先动的手。我这身子骨弱，那一推没当场断气，算老天爷赏脸。100多两不多。你管这叫不多？精神受惊，不得另算。富贵，你这胆子比天还大。不过，今日真多亏你这无赖法子。
若是让那条血犬继续搜下去，后院冰窖里藏着的那几个孩子，未必保得住。今天这生意没法做了。老陆，去把门板上好。富贵，去后厨弄点吃的，大家对付一口。祖宗，您今天这出戏绝了！那独眼龙走的时候脸都憋成猪肝色了。不过咱们是不是该准备跑路了？镇妖司现在跟疯狗一样到处咬人，早晚查到咱们头上。跑？钱还没赚够，跑什么？这就是他们要送去炼丹的人。30个人，每个月30个。孙有德死了，但千户所下个月炼丹的日期没变。这30个人的缺口，他们必须补上。李公子，火神仙，救命啊！王君夜这是做什么？白日你帮我说话，按理该请你喝酒，行这么大礼，我受不起。受得起！您是真人不露相的高人，求您发发慈悲，救救我闺女吧！孙主事死了，千户大人发了火，下令今晚就去贫民窟抓人。我闺女刚好12岁，1个时辰前，黑旗冲进我家，把她抢走了。进了诏狱就是进鬼门关啊！我床底下还有60两碎银，全给您。我这条命也给您，我只要她活。人关在哪儿？城东黑水牢，今晚抓的人多，先关在那儿。明日一早送炼丹房。石百户赵虎带着50个黑旗守着。我是个讲规矩的人，白天你替我作证，欠的人情总要还，别急着谢。你现在回家收拾东西，等你女儿回来后，有多远跑多远，别回青州。祖宗，真去啊？那是50个精锐，为了60两不值当啊！谁说是为了60两？他们急着进货，贫道就把货仓烧了。下面装满没有？凑够30个没？回大人，抓了32个了，都绑在铁柱上了。好，把门锁死。今晚谁要是放跑了1个人数，老子扒了他的皮！站住！什么人？贫道李平安，是个云游的道士。宵禁时分跑来黑水牢，找死吗？本来睡下了，可有人花了钱，请贫道来接他女儿回家。接人回家？进了黑水牢的肉，没有回家的道理。贫道明白了。砍了，尸体扔进去，明早炼丹。既然不开门，那贫道只好自己敲了。雷法，你就是昨夜杀孙主事的妖道。怕什么？他就1个人。雷法好真气，他放不了几次。放破甲弩，射死他！冥顽不灵，何苦啊？都退开，给老子死！你这横练功夫，练不到家。别吃我的肉酸，不好吃。没人吃你，你爹叫老王头对吧？我是他雇来接你回家的。道长，救救我们！大仙慈悲，救命啊！
行了，别磕了。门外的守卫死了，不想死就赶紧跑，出了这扇门，立刻离开青州城。多谢道长救命之恩。不是真要死的狗。贫道无门无派，游方道士一个。你是谁？怎么会被关在这里？无门无派，好得很。镇妖司那帮畜生，连游方道士都不放过了！老子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。青州城前任城防营统领武绝山。这几天在客栈听过这个名字。5年前因得罪权贵，被满门抄斩的硬汉统领，居然没死，被当成血牛关在这里。5年前，我查到千湖魏渊私自圈养妖魔，用人炼制血丹的证据，被他察觉，杀了我全家。他把我关在这里，每个月抽我1次纯粹五符的精血，用来滋养他体内那头怪物。道士，我武绝山不求你救我这废躯，我只求你一件事。在城隍庙的神像后面，我藏了一份魏渊的罪证名录和城防图，你拿着它去京城交给大理寺卿，只要魏渊倒台，我全家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。这青州城不仅有麻木等死的懦夫，还有被折磨5年也不肯低头的硬汉。我只想苟着赚钱，可这世道太恶心了。去什么京城？贫道平生最讨厌跑长途。你的仇，贫道在青州城里就替你报了。武统领，贫道送你最后一程，干干净净的走吧。这地方看着太碍眼。报！祖宗，您下次回来能不能先敲个门？这么来无影去无踪，小的早晚被您吓出病来。好重的雷火味儿！您不会真把那50个黑旗全宰了吧？没输，老王头的闺女救出来了，黑水牢也没了。没了！祖宗，孙有德昨晚刚死，黑水牢今晚又塌了，血尸还跑了个精光。魏渊明天怕不是要疯，他一疯，整个青州城都得被翻个底朝天。让他去翻，他越急，露出的马脚越多。睡觉，明天还得出门。您老人家是睡得着，青州城今晚怕是没几个人睡得着了。老罗，魂丢了，一大早发什么愣？三娘，城东出大事了，黑水牢塌了。什么？今天一早去城东送菜的伙计回来说的，整个黑水牢变成了个泥坑，100户照虎，还有50个黑旗，连个渣都没剩下，里面关着的人全跑了。真的，又是那个人干的？除了那为民除害的陆地神仙，还能有谁？先杀孙有德，再平黑水牢，这青州城终于有救了。老板娘，这包子熟了没？昨天吃的有点闹肚子。富贵啊，今天外面乱得很，镇妖司的疯狗满大街乱咬人，你吃完就在后院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
那可不行。我昨天跟城南的李大夫约好了，今天得去抓几副调理气血的方子，顺便我还得去趟城隍庙。去城隍庙干什么？求个平安符啊！昨儿个被那独眼军爷一吓，我这心口到现在还疼。去给城隍老爷磕个头，求他保佑我多活几年。就你这身子骨，城隍老爷看见你都得嫌麻烦。要去赶紧去，早去早回。遇到穿暗金麒麟符的，记得绕着走。老洛，你人还怪好的。走走走，别死在这儿。多谢军爷。站住！没看见官爷在此办案吗？今天城隍庙封了，赶紧滚出去！军爷，学生只是来求个平安符，身患重疾，求军爷通融。滚滚滚！求个屁的平安！城隍老爷自己都自身难保，赶紧滚！别在这碍眼。是，学生拜完就走。城隍老爷保佑。城隍老爷保佑。锁阳大阵的阵眼方不图，把全城百姓当肉盾，难怪魏渊敢这么肆无忌惮。魏渊体内寄生大庸国运畸变之龙，已非人类，欲在50大寿之日开启大阵，血祭全城，彻底化妖。望得此卷者，速送京城大理寺求援。50大寿，血祭全城，去京城求援？大庸的国运都长出畸变之龙了，京城里的大人物未必比魏渊干净多少。一来一回，黄花菜都凉了。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吴统领，你留了这份阵眼图，算帮了大忙。这10天，贫道就陪这位千户大人好好玩玩。抬头，看着老子说话。昨夜在哪儿？这担子里的东西哪来的？军爷，小的是城南卖货的，昨夜一直待在家里啊。走，病成这样还出来乱晃，别死在官道上脏了地。多谢军爷，多谢军爷。你这病秧子还真有命回来。我方才还跟三娘打赌，说你多半被镇妖司拖去招玉点天灯了。老洛，你这嘴要是开过光，大庸朝早改朝换代了。这也叫药？全是陈年甘草渣，吃不死人，也治不了病。没办法，药铺黑，一副补气汤要2两银子。穷人命贱，吃得起旧的就不错了。拿着，明日去城东济世堂找正经大夫抓2副，算你预支工钱。老板娘，这份情，学生记下了。以后若有难，学生拼了命也护你周全。得了吧，就你这排骨架子，遇上事儿别让三娘扛着你跑就行。对了，老罗，我今天路过城东，看见座高楼叫望月阁，外面围了一圈镇妖司的铁甲兵，那是哪位达官贵人的府邸？少打听，那是青州最大的青楼，被镇妖司征用了。不止望月阁，城南聚宝钱庄，城北铁王八庙，还有城西春风客栈旧址，全派了重兵。听说是千户大人在布什么祈福大阵，靠近者杀无赦。原来如此，那我以后可得绕着走。
祖宗，打听出什么了？望月阁、聚宝钱庄、铁王八庙、春风客栈这4个明面上的阵眼，镇妖司已经派重兵把守了。乖乖，8个阵眼，这4个分镇东南西北，那剩下的4个暗桩呢？大隐隐于市，魏渊把一半阵眼放在暗处，离咱们最近的这个，是街尾卖豆腐的王寡妇家。王寡妇，那个天天穿花棉袄、抽眉眼的半老徐娘，她家是阵眼。如果直接杀魏渊，大阵发动，满城百姓瞬间被抽干生机。时间不够，只能慢慢拆。今晚先去会会这位豆腐西施。君爷，千户大人大寿在即，您天天守着我这破豆腐坊，连顿好酒都喝不上，真是委屈您了。来，再喝一杯。哼，老子被派来守着这破阵眼，连点油水都捞不着，真是晦气。哎呦，这破阵眼埋在我床底下5年了，连只老鼠都没来过，有什么好守？你懂个屁！城南那4个明面上的阵眼，每天要消耗精血运转，咱们这4个暗阵眼得用煞气温养。等10天后大阵一开，老子就带你去京城享福。谁？你刚才说阵眼在床底下，帮着妖魔藏阵眼，青州百姓死绝了，你这钱赚得安心吗？强行破坏会惊动魏渊，拆除不如篡改。第1个，还剩7个，魏渊，咱们慢慢玩。天干物燥，听说了没？街尾豆腐房的王寡妇死了。咋死的？那小寡妇平时看着水灵，身子骨好得很啊，跟人互殴死的。嚯，镇妖司那帮人平时作威作福的，真是报应不爽。行了，别嚼舌根了。镇妖司死了人，今天街上肯定又得鸡飞狗跳。咱们关起门做生意，少惹麻烦。富贵，赶紧吃，吃完拿着我昨天给你的银子去城东济世堂抓药。你这脸色差得吓人，再拖下去，老娘这客栈就得变灵堂了。三娘说的对，刚才听老洛说街尾死了人，吓得我心口直跳。这青州城太凶险了，红颜祸水啊！还是我这病秧子好，清心寡欲，能多活几天。就你这风吹就倒的排骨精，真遇上事儿逃命都迈不开腿，赶紧去抓药，别死在店里脏了我的地。借老洛吉言。好阴毒的阵法，地下不仅埋着锁阳大阵的阵眼，表面还有血煞隔绝阵，白天黑夜都有人巡逻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硬闯必惊动魏渊，得想办法混进去。有了！排队不懂吗？哪来的酸秀才？滚后边去！大哥，我快不行了，这10两银子请大家喝茶，让我先看吧。行吧，行吧，看你这倒霉催的样子，你先看。手伸出来。这脉象，脉如乌漏，如雀啄，时断时续，这分明是死绝之脉呀！小伙子，
按理说你前天就该咽气了，你是怎么走着来这济世堂的？大夫，你别吓我，我就是感染了风寒，怎么就死绝了？唉，气血枯竭，五脏无生机，听老朽一句劝，想吃点什么赶紧买，这药老朽开不了，准备后事吧。庸医，全他妈是庸医！我花钱来看病的，不是替你宣判死刑的。给我抓补气血的药，越贵越好，我有钱。去，给他抓几副百年老参熬的独参汤，吊一吊命吧。兄弟，歇脚呢？干什么？我没钱。帮个忙，把你的衣服脱下来给我，你拿着钱回家睡一觉。今晚我替你去陈家商行干活。这，你不嫌臭？少废话，脱。都给老子手脚麻利点儿！今晚要把这批粮送进青州大粮仓，里面把守的可是镇妖司的官爷，谁要是敢出半点差错，仔细你们的皮！出发！粮仓，今晚我倒要看看你们这地底下藏着多大的猫腻！停！例行查验，车上的麻袋全解开，所有人排成一列，挨个过照妖镜。君爷辛苦，都是陈家商行的新米，干净得很。这味儿比乱葬岗还提神。进去，进去，别磨蹭。把粮卸在丁字号舱，手脚麻利点儿。哎呦，哎呦喂！装什么死？赶紧干活！管事老爷，小的真不行了，晚上吃了馊窝头，肚子闹得厉害，要憋不住了。烂驴上磨屎尿多，茅房在北边墙角，给你半炷香时间，拉不完老子扣你工钱。多谢老爷，多谢老爷。半炷香够了。原来如此，白天包子铺老汉身上的红线根源在这儿。他们把血丹沸水混进官粮里，全城几十万百姓都在吃着毒药。龙门镜带着警报玉牌，必须一击必杀，不能让他发出半点声音。反转符，现在它是抽水机了。10天后大阵一开，这顶就是个炸弹，直接把这粮仓送上天。你个懒鬼，拉个屎去那么久，我还以为你掉坑里淹死了。赶紧滚过来推车，回去了。老爷息怒，拉得腿软，实在走不动道。这就推，这就推。呼，干苦力真不是人干的活。8个阵言，已经拔了2个。明天继续当回我的病少爷。
别睡了，起来干活。谁？镇妖司的狗贼！爷爷跟你拼了！祖宗，您这趟出去，身上怎么带了股发霉的稻谷味儿？去城东大粮仓逛了一圈。大粮仓？那阵眼您给拔了，没惊动镇妖司的黑旗？没拔，给那口大鼎重新画了几道符，给千户大人加了点料。那守镇的人呢？超度了。怎么个超度法？化成灰了。祖宗，您没留下什么痕迹吧？留了。什么痕迹？地上多了一撮灰。阵纹未破，符印也没动，镇妖司一时半会儿看不出门道。等他们真正察觉时，魏千户大概已经顾不上查我了。祖宗，您这门本事，当真不去京城唱戏？就您现在这副模样，若在戏台上演个将死的书生，台下那些大姑娘小媳妇儿，怕是能哭湿半条街。少拍马屁，天快亮了，准备上供。三娘昨儿给你的抓药钱，又送赌房庄稼了吧？瞧你今天这德行，比昨天还短命3分。老骆，你这嘴真损！我昨天在济世堂排了足足半个时辰呢，好不容易轮到我，那白胡子大夫一搭脉，胡子都翘起来了。怎么？他说你没救了？他说我气血两虚，五脏俱损，再不调养，怕是活不过7、80年了。你这祸害还能活7、80年？那老大夫医术不行。趁热喝，老李头在后厨盯着炉子，熬了1个多时辰，火候足足的。三娘，这药里是不是放了1整斤的黄连和苦参？怎么闻着比我的命还苦？良药苦口，你这排骨精能有口热药吊命，就烧高香吧。赶紧喝，喝完把大堂的桌子擦了。客栈不养闲人。老娘掏的真金白银，你今天就是捏着鼻子也得给我灌下去！敢剩1滴，老娘扣你10文钱的伙食费！不用喝是一回事，苦不苦又是另一回事。活过来了！喝个药像上刑场一样，出息！掌柜的，来壶热茶，再上2屉肉包子，暖暖身子。麻子兄弟，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出门了？街上这阵风声紧，不是说尽量少闲逛吗？三娘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出大事了！这几日哪天没出事？孙有德死了，黑水牢塌了，街上又到处抓人，还能出什么大事？城东大粮仓昨夜闹鬼了！闹鬼？粮仓重地，几百个镇妖司的铁甲兵守着，闹什么鬼？千真万确，我大舅哥就在粮仓里做苦力。他说昨夜到了3更，镇妖司的人忽然发疯，把苦力全赶了出来，大门一关，连粮仓外的狗都被拖走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听说守在甲字号主仓里的一个老看守凭空消失了，连个活人影都没留下，只在太师椅上留下一滩黑灰。黑灰？可不是嘛！魏千户连夜骑马赶过去，把粮仓翻了个底朝天，愣是没查出半点痕迹。一个大活人就这么变成了灰。又是那个人，孙有德，黑水牢，现在是粮仓看守。这雷霆万钧的手段，除了那位在暗中替天行道的陆地神仙，还能有谁？老天爷开眼啊！
变成了灰。这青州城怎么到处都在死人？前几天是结尾的寡妇，今天是粮仓的老头。这鬼地方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了。三娘老陆，我要回江南，我把工钱都退给你们，我要回家。回什么江南？城门早被镇妖司封死了。你现在背着包袱往外跑，不等出城，就先被当成细作抓起来砍了。老老实实留在客栈，哪儿都不准去。哼，废物！人家杀的是镇妖司的爪牙，又不是你这种风一吹就散的病秧子。你怕什么？便是阎王爷亲自上来收人，看见你这副烂骨头，也得先硌牙。我怕啊！我从小心肺就不好，受不得惊吓。这客栈里一天到晚说死人，我夜里闭上眼全是冤魂。再这么住下去，我自己就先吓死了。不行，我得去一个人多的地方，沾些阳气，冲一冲这满城晦气。你要去哪儿？听说城东有座望月阁，里面的姑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。我怎么说也是江南出来的读书人，过去听支小曲，这心情一好，病说不定也能轻上几分。你口袋里没几文钱，命也只剩半条，还学人家公子哥，烂泥扶不上墙，有辱斯文。你知不知道望月阁如今是什么地方？那是镇妖司重兵看守的地方。就你这一身破青衫，连人家的洗脚水都喝不起。凭什么进不去？我身上还有几两碎银子。你不是说昨日抓药全花光了？那什么，我说的是差不多花光了，还剩一点救命钱。原来你的命是拿来喝酒的。我只去1楼大堂点壶最便宜的茶，不上楼也不招惹镇妖司。我如今只剩半条命，死前享受一回怎么了？今日便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这望月阁我也去定了。滚滚滚！要送死便去，老娘懒得管你。天黑之前必须回来，若叫人抓进牢里，别指望我花银子捞你。多谢老板娘成全，老板娘菩萨心肠，来日必定长命百岁，儿孙满堂。滚！他方才是不是跑得挺快？唉，回光返照吧。望月阁，锁阳大阵8处阵眼之一。昨夜粮仓出了事，魏渊必然惊动，剩余6处阵眼的守备只会更加严密。此时若硬闯，就是明着当靶子。但望月阁不同，那里是青州最大的销金窟，每日出入的三教九流极多，鱼多水变浑，水浑才方便摸鱼。魏千户，不知昨夜那一觉，你睡得可还安稳？站住！哪里来的穷酸鬼？没看见镇妖司在办差？今日望月阁3楼叫我们千户所包了，闲杂人等滚远些！君爷息怒，学生并非来闹事的。学生从江南来，身患绝症，怕是活不了几日了。早听说望月阁的曲子是青州一绝，只想在咽气之前进楼听个响，还请君爷行个方便。大清早死个痨病鬼在门口，真特么不吉利。进去吧，只准在1楼待着，敢往楼上乱钻，老子打断你的狗腿！多谢君爷，君爷慈悲为怀，将来必有好报。哎呦，这位公子瞧着面生，第一次来望月阁吧？
妈妈客气。学生李富贵从江南来，今日只想找个清静地方喝杯热茶。只喝茶？公子可知道咱们望月阁茶不便宜，上好的明前龙井2两银子一壶。这2两银子确实贵了些，有没有便宜点的？比如高墨或去年陈茶也行，只要能有个座，管点热水就行。跑到青州城最大的销金窟，点名要喝高墨。罢了罢了，算老娘今日行善积德，给这位李公子上一壶高墨，带他去桌子后面坐着。且慢，学生茶钱也付了，可有瓜子花生相送？我看别人桌上都有。给他抓一把葵花籽儿，赶紧堵上他的嘴。锁阳大阵的阵眼果然在这，强闯会惊动魏渊，得想个名正言顺的法子上楼。唉，李兄，听说今夜千户所的大人包了3楼，专门请如烟姑娘抚琴，咱们今日怕是要白跑了。那群镇妖司的武夫也懂音律，如烟姑娘的琴声落在他们耳中，与牛角牡丹何异？可恨我等满腹文章，却只能困在这俗气的1楼，与一群贩夫走卒同席。哪里来的穷酸病鬼，咳个没完，诚心败坏本公子的雅兴不成？也不睁眼看看望月阁的门槛，也是你这种人能迈进来的。拿着，去城外义庄给自己买口薄棺材，然后滚出本公子的视线，免得倒在这里，脏了望月阁的地板。多谢公子赏赐，公子当真是在世活菩萨。学生这就滚，绝不在这里碍公子的眼。我换个更偏的角落坐。无耻，简直无耻至极！读书人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我家如烟姑娘说了，今日秋雨绵绵，姑娘以秋雨为题。大堂中的诸位公子，只要能做出一首叫姑娘满意的诗词，便可破一次规矩，上3楼听雨轩，与姑娘单独品茶论道。这登楼的梯子，不就自己送到脚边了吗？诸位，既然如烟姑娘以秋雨为题，李某便献丑了。这登楼品茶的机会，在下不敢推辞。李兄太过谦虚，放眼青州年轻一辈，论诗才，谁能与李兄争锋？今日这听雨轩，非李兄莫属。秋风秋雨愁煞人，落叶满街喜红尘。莫道名花容易老，且轻美酒伴佳人。好一个落叶满街喜红尘，意境深远。妙处在最后一句，名花指如烟姑娘，美酒敬名花。李兄此诗既风雅又暗含倾慕，实在妙不可言。烦请翠儿姑娘将此诗转告如烟姑娘，在下也好稍作准备，登楼品茶。李公子好才情，只是我家姑娘说，这首诗词藻虽好，却沾了太多酒席脂粉气，秋雨的清冷与愁苦，尚差几分，恐怕不能请公子登楼。笑什么？你一个半死不活的穷酸鬼，也配嘲笑本公子的诗？不敢不敢，学生没笑啊，方才只是嗓子痒，咳了2声。公子的诗好得很，学生听完耳目一新，敬佩得紧。好得很，那你倒说说好在何处？又为何入不了如烟姑娘的耳？这学生哪里懂啊？学生家里是种地的，平时只会算算账，这吟诗作对的高雅事是一窍不通啊。不会作诗，那也无妨。方才本公子赏了你1两银子，你既收了钱，
今日便替本公子做一首秋雨诗来。若是做不出来，便将银子还我。再跪在地上磕3个响头，滚出望月阁！公子这可使不得，银子到了学生怀里，那便是学生的命，我还指望拿它买药续命，怎能再退回去？要不这样，头我可以多磕几个，磕5个也成，磕10个也成，银子便不退了，如何？要钱不要脸的东西，1两银子便把脊梁卖了。不行，今日要么作诗，要么还钱滚出去，你自己选。既然公子定要逼学生献丑，那学生便胡乱奏上几句。若是做得不好，那1两银子，千万莫再要回去了。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壮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而今听雨僧庐下，便已星星也。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阶前，点滴到天明。先生大才，老朽读书50余年，今日方知一字千钧。此词一出，青州再无人敢轻言秋雨。翠儿姑娘，学生这诗算是做完了吧？那1两银子便不用退了。姑娘，绝世好词，楼下出了绝世好词。如烟不知先生大才当面，先生一首听雨，写尽人间半世沧桑。若先生不弃，如烟愿亲自烹茶研墨，请先生登楼一叙。上去喝茶不另收钱吧？自然不收。那就好，我这壶茶还没喝完，能否端上去继续喝？能，先生想端什么便端什么。上去吧，莫要乱走。君爷放心，学生最守规矩。先生请坐。不知先生身子抱恙，竟要先生在楼下受那些俗人刁难，如烟实在失礼。姑娘言重了，能见姑娘一面，学生这病已经好了一半了。魏渊好算计，把阵眼藏在花魁床下，香炉里点着抽人生机的迷魂香，窗外还挂着2个暗卫，这是要把楼里的客人当猪宰。先生那首词写尽了秋雨愁苦，如烟听后，只觉这半生如浮萍。外头盯着呢，得弄出点动静掩人耳目。哎呀，姑娘当心，这茶水烫人。疑是地上霜。姑娘莫睡，听学生再吟一首《咏秋菊》，好茶，真是好茶。还以为是个什么风流种子，一个痨病鬼，就算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碰如烟。迷魂香起效了，随他念进去，盯紧四周，别让活人靠近。拿无辜女子的命格做掩护，逆转符给我破！生逢乱世，身不由己。这青州城的水太浑，以后贫道罩着你。如烟姑娘的琴音当真绝妙，学生听了一宿，心力交瘁，实在熬不住了。真是个废物！哼，病入膏肓了，放他走，
别死在楼上，脏了千户大人的阵眼。穷酸鬼就是穷酸鬼，白白浪费了如烟一晚上的好茶。醒醒，天亮了。哟，兰花香，水粉味儿。祖宗，您昨晚不是去拆阵了吗？少扯淡！望月阁的阵眼改完了，前3个阵眼现在全在逆转抽气。祖宗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玄乎呢？豆腐坊死人，大粮仓化灰，连着3刀捅在腰眼上，那魏渊就是头猪，也该察觉大阵漏风了吧？算你长了点脑子。再过几年，快赶上后院那只大黄狗了。咱说正事儿，他既然知道了，怎么没动静？邹城会打草惊蛇，换作是我会装瞎，任由这3个阵眼继续转，然后在剩下的5个阵眼里布下天罗地网，等那只不知死活的老鼠自己钻进去。那剩下的阵眼全是死局？不是死局，是绞肉机。豆腐坊的暗桩死了，大粮仓的守阵人化了灰，这3处阵眼不仅没坏，反倒转得更欢了。这是把本座当3岁小孩耍呢。送进来的生机越多，里面藏的刀子就越利。主公，要不要属下带人把这3处阵眼拆了，重新查验？不用，8处阵眼气机相连，黑水牢刚塌，血池亏空。现在拆阵，大阵立马就得崩。离本座大寿只剩8天，只要寿宴那天大阵能起，这3处阵眼里就算藏着毒药，本座也照吞不误。那暗中捣鬼的人，他动了3处，胃口大得很，绝不会收手。他以为自己藏得深，本座就让他继续做梦。城南祈福娘娘庙，地下阴脉交汇，是剩下几处里最肥的一块肉。你亲自去，带12个天字号影卫，前进庙下暗宫，死死藏住，不许露头。只要那条大鱼咬钩，死活不论，剁碎了喂狗。遵命。黑水牢塌了，大寿那天血祭的口粮缺了1大半，这漏子你打算怎么补？大人息怒，卑职已经加派人手去贫民窟。贫民窟那点骨头渣子不够塞牙缝的。传本座的令，全城戒严，封死4门，1只鸟都不许放出去。调所有黑旗上街，打着抓捕反贼的旗号，直接从街上拿人。平民、商贾、流民，不管是谁，天黑之前给本座凑够500个活口。大人，当街强抓500人，这动静太大，万一激起民变，或者京城那边蠢货！等本座大寿一过，神功大成，这青州城就是一座死城。谁还能去京城告状？天黑前少1个活口，本座就拿你们这些百户的家眷填进去。滚！卑职这就去办。老洛，三娘，哟，这不是昨夜上了听雨轩的李大才子吗？怎么，如烟姑娘的茶好喝？看你这只剩一口气的德行，我还以为得去乱葬岗给你收尸了。老洛嘴下留情，那地方简直是个无底洞，差点要了我半条老命。没死就赶紧喝，喝完回后院柴房躺着。今天谁也不准出门。镇妖司疯了，
外头的黑旗见男丁就抓，根本不问来历。你这半死不活的样，要是叫他们瞧见，直接拖去填坑。军爷饶命！我家里还有老母啊！所有人滚到中间来！50岁以下的男丁，全站到左边，敢反抗就地正法！军爷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这点心意，给弟兄们买碗茶。瞎了你的狗眼！千户大人的差事是你这几两碎银能买通的，套上链子，带走。那个拿算盘的看着挺结实，带走。角落里那个废老鬼，虽然是个病秧子，但也算个男丁，一起锁了，凑人头。军爷，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啊！快带学生走吧！你干什么？撒手！学生这黑死肺痨已经到了晚期，济世堂的大夫说了，没救了。而且这病顺着喘气儿就能传染。学生正愁死后没人作伴，军爷来接我。镇妖司大牢人多，大家黄泉路上搭个伴儿，多热闹啊！黑死肺痨，千户大人炼血丹，最忌讳血池带毒。这痨病鬼要是扔进血池，坏了整炉丹药，老子全家都得被剥皮点灯。军爷放心，学生还能扛2袋米，带我回去见魏千户，我要给他老人家干活。滚远点！军爷别走啊！不是抓壮丁吗？我也是丁啊！放人，都放了！大人，这人头，这一屋子全跟痨病鬼吃住在一起，抓回去坏了千户大人的差事，你有几个脑袋赔？晦气！这破店一股死人味儿。走。走远了吗？没走远，还在门外等你出去报效朝廷呢。那我再死一会儿。还不起来！老罗，发什么呆？赶紧关门！等他们回过味儿来，就真得去千户所喝茶了。魏渊已经不再遮掩了，当街抓人，说明黑水牢塌了之后，血池缺口极大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依然没有拆掉那3处出了问题的阵眼。他在拖，宁愿冒着阵法被改的风险，也要拖到8日后的寿宴。富贵，你去哪儿？明面上的阵眼是诱饵，剩下的暗桩必定布好了杀局。城南祈福娘娘庙，地下阴脉交汇。魏渊既然张开口袋等我，贫道便去看看，他那棵树下究竟埋了多少把刀。是斜对面的王屠户，这杀猪的失心疯了。镇妖司正四处抓人，他跑出来敲什么锣？开门，都开门，沾沾喜气！城南的祈福娘娘显灵了，赐下了一尊活体肉灵芝。供满7期49天，我老王家就有后了。燕掌柜，开门，快来沾喜气！老王，恭喜，东西留下，你赶紧回去，外面乱，别拿命开玩笑。怕什么？天塌下来也得先让我家把这灵芝供出来。满月那天，你们都得来喝酒。这老王算是魔怔了，求子求的供起一块破木头来了。妖气，还夹杂着阴冷的煞气。三娘，王屠户家有喜事，咱们作为街坊，理应去道个喜。你疯了！
外面到处都是镇妖司的狗，你这副身板出去就是送死。我就去对门，几步路的事。顺便讨热姜汤喝。娘娘赐福，赐我仙胎。大仙饿了吧？我剁了最嫩的里脊，多吃些，保佑我媳妇儿早日怀上大胖小子。好大仙，真能吃！赐我仙胎。这城南的祈福神庙，就是剩下的暗桩之一。魏渊，你这条长生路走的未免太脏了些。今夜，贫道便替青州百姓拆了你这尊祈福娘娘。12个关山境巅峰，半部龙门，外加一座风气锁魂阵。魏渊，你这口袋张得挺大。12个人，倒也舍得。所有人都打起精神。千户大人说过，那人精通阵法，极有可能已有察觉。若真有察觉，他还敢来？12名天字号营卫，他只要踏进阵法半步，就是个死人。暗九，滴血。暗器他们都没了，点警讯！你倒藏得不错。拿这种下三滥的阵纹当锁，披了层金漆，便真拿自己当神明了。贫道今日倒要看看，你们躲在这泥台脚下究竟藏了多少罪孽？
借百姓求福的愿望设局，把活人当作抽取生机的器皿。嘿嘿，我道是谁？原来是个不知死活的野道士。外面那12条看门狗，连个大活人都拦不住了。拿活人的命换你们的通天大道，你们不怕遭天谴吗？天谴？这些贱民活着，除了浪费粮食，有什么用？如今能将骨血献给千户大人的锁阳大阵，那是他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牺牲几条贱命算个屁！跟畜生讲道理，确实是贫道多此一举。雷法，你到底是谁？站住！7个女人的命全系在阵眼上，你敢动这阵法一分，煞气立刻倒灌，他们全得死！乖乖散去真气，否则大家一起死！拿凡人替你挡刀，你是不是太小看贫道的雷法了？雷来！雷法化龙！断！现在你手里没人质了。千户大人，救我！醒来后，离开青州，能走多远，便走多远。一胎木偶也敢妄称神明，天地生文，文运归我，万民维新，助我登科。圣贤门下倒唱起了索命的经文。愿先贤垂怜，愿文曲赐福，以万民之愚钝，养我书院之聪明，以庶人之短寿，续我青州之文运。我懂了，我终于懂了，此番春闱我必高中。
弟子谢文曲星赐下台契。谢文曲星赐下台契。几万条人命，碾成了他们嘴里的锦绣文章。何人竟敢擅闯书院，惊扰文曲将士？是你，望月阁里那个穷酸病鬼！老师，此人来历不明，懂妖言邪术，深夜潜入，定是镇妖司通缉的破阵妖道。能避开守卫走到老夫面前，看来城中毁阵的就是阁下了。阁下既然看见了镇灵碑的神庙，却迟迟不动手，想必也是被这浩荡文气震慑了。巫夫只知斗狠，妖道只知炼魂，唯我儒门以文在道。若现在跪下认错，老夫可替你向魏千户求个情，用城外几万流民的寿命换你们肚子里那几篇文章，这事你们自己知道吗？知道又如何？那些流民本就是泥腿子，无功名，无田产，活着只能要饭，早死一天，晚死一天，有什么分别？就是，拿一条贱命换我们开窍明智。等我们当了官，自然会造福百姓，他们也算死得其所。我们是朝廷栋梁，牺牲几万渔民算什么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这世上的人生来就有贵贱，有人生来聪慧，就该读书治天下；有人生来愚钝，只配种地服役。老夫这些弟子胸怀天下，今日借几万流民的命，换书院出100名进士，等他们金榜题名，牧守一方，能救更多的人。你笑什么？贫道只是觉得，这青州城里的妖怪，实在没什么了不起。结尾的邪妇害人，知道藏头露尾。观音庙的邪物吃人，好歹还披一层泥塑金身。唯有你们吃了人，还嫌人家的血脏了嘴，非要拿圣贤文章擦干净，再给自己立一座忠君爱民的牌坊。妖道放肆！我等背负青州文运，这等苦心，岂是你这粗人能懂的？诸位同窗，杀了他，护住镇灵碑！杀妖道，护文运，谁断我等前程，便是天下罪人。用雷法劈你们，脏了雷法的名头。都说你们这文气是大道，行，我今天烧烧看，看这大道底下藏着多少冤魂。我的文气！人之初后面是啥？你说话呀！后面是啥？我忘了，我连笔都不会拿了。毁我100年文运，老夫跟你拼了！
你口口声声说这帮学生以后能造福百姓，官服还没穿上，老百姓的命在他们眼里就成了草芥。真叫他们坐进衙门，青州百姓还有活路吗？我的功名，我的文章啊！读书就为了踩着老百姓往上爬，书读得越多，害人越狠，哼，百无一用。6个阵眼有点本事，猎物太弱，反倒没意思。出来，主公。剩下的2处主阵不藏了，全搬去千户所教场，摆在明面上，让他看个够。主公，主阵一旦离开阴脉，就彻底暴露了。他已经破了6处。你觉得本座还有闲心跟他捉迷藏？传令全城，就说本座偶感风寒，大寿提前，今夜子时，在校场设万人宴，让黑旗出动，将城里的人全押去教场，凑满1万。1万人命压在阵眼旁，逼那道士现身。他不来，1万人给我夹菜。他敢来，老子当着全城的面扒了他的皮，抽了他的魂，挂在教场点100年天灯。属下领命。起来！千户大人请你们赴宴，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快走！藏在暗处的贼人，本座知道你还在城里。最后2块主阵盘已经摆在千户所教场之中，今夜子时，本座开阵。你若敢来，本座便与你分个生死；你若不敢来，这1万老弱，正好给本座的寿宴添一道血菜。13年了，当年在北晋，我带着赤焰军的弟兄守关，3000人进去，出来的不到200，没成想今天不是去砍妖，倒要砍大庸自己的兵。老骆，怕死吗？怕个鸟！老子早活够本了。后院地道已经挖通，出口在城外乱葬岗。黑旗马上就来查酒楼，我跟三娘守前门，能拖1炷香是1炷香。你们带上干粮，从地道出城，往南走，别回头。不说，我们不走，要死一块儿！放屁！留下等魏源拿你们下锅！你们这几条命，是老子从死人堆里省出来的，谁敢死在这儿，老子做鬼也抽他！老骆，把刀收了吧。你说什么？你那刀口崩的剁猪骨头都费劲，拿它去劈镇妖司的重甲，甲没劈开，刀先断了，平白叫人笑话。病秧子，你脑子喝药喝坏了，外面要屠城了，
你还有心思炖肉？我知道，魏千户50大寿，点名要全城酒楼出人出菜。咱们醉月楼是良善商户，自然该去随份贺礼。空着手去，不大礼貌。你凑什么热闹？那地方是座张开口的棺材，你跟着伙计走地道，我跟老骆留下。三娘，别弄得像生离死别，多不吉利。你们一个拿暗器，一个提破刀，非要当英雄，叫我一人钻地洞当乌龟，这等好名声，不能全让你们占了。你这酸儒，平日死人都不敢看，今天倒争着送死。行了，别婆婆妈妈，黑气已经敲到隔壁了，总得有人出去应付。我是账房，嘴皮子利索，我送菜周旋，你们赶紧下地道。富贵，别喊，叫人听见就知道里面还有活口了。福林酒楼聚香斋，下一家醉月楼。醉月楼的人呢？怎么只出来个痨病鬼？君爷息怒，掌柜和伙计吓跑了，小人腿脚慢没赶上，炖了道狮子头，献给千户大人贺寿。哼，算你识相，滚进队伍！敢耍花样，拿你脑袋当狮子头！是。好兄弟，从前是老骆小看你了。走，下地道，别让他的命白搭了。魏渊既摆下万人寿宴，请我入席，我若不带一道像样的贺礼，岂不是显得我李平安不懂规矩？